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上周五美股出现了一个2%的阳线，这根巨大的阳线原因是美国将在6月停止加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之后，正常的逻辑，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反弹预期，但是这个反弹预期在没有出现大阳线之前，只是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上周五的这根阳线代表了一个悟空阳线，这悟空阳线呢是在行情下跌或者震荡过程当中发生的突然出现的，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突然出现的阳线呢，代表了悟空阳线。有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就可能出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因此呢，对于当前时间段的美股来说，多头趋势正在发展。同时呢，上方我们看到了出现在34000点附近的4次的等位置波峰正在出现，这意味着美股有可能在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之后不断创出新高。但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上周五美股出现快速上涨之后比特币的跟随效应并不强烈。我们看到比特币仅仅在上周五出现一根微弱的阳线之后目前正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证明了比特币目前它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结构。在当前的结构当中，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正在运行。那么今天晚间9点30分之后呢，美股如果继续反弹，我也认为比特币会有一定的跟随效应。但是目前的结构波峰连线已经非常明显的给了出来，这意味着比特币在$27,500附近就要受到空头方向的一个压力。那么这轮行情我们要等待到什么时间点容易发生变盘呢？我认为是在6月中旬以后根据当前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到6月中旬以后，比特币将进入到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这样的一个区域上，在近焦点区域附近是可能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节点。但行情走到这里，我们关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多空指标，就是目前比特币相对于美股来说是非常弱势的。美股出现大幅的反弹，比特币仅是微涨。那如果美股在激烈反弹甚至反转之后出现的调整过程，比特币的空头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力。同时呢，本轮行情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上看到了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在接近焦点之后，有可能发展到周线级别的下跌。我们把时间级别打到周线就可以看到在周线的这个角度来看，4月17日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目前呢，行情所有的震荡从4月17日的这一周到后面到当前时间点，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进行的，证明悟空阴线还正在发挥它的影响力。那么周线级别悟空阴线下方呢，可能会走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因此呢，对于今天晚间美股如果能够发生反弹，最终带动比特币但是它的上涨空间是有限的。大的趋势在周线级别上，这个趋势上，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不断接近焦点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打下来，最终呢跌破当前行情当中日线级别上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打下来之后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因为行情我认为在7月中旬附近将要最终出现一个低点。那么本轮行情低点出现的时间节点和刚才时间节点我们提到了价格的位置，我们认为是在大概$22,000附近。这个位置非常关键是源自于20年7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线，同时呢，也是1到3月份比特币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因此呢，到达$22,000附近就是一个可以抄底的一个位置。如果行情出现更低的价格，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分仓进场。在行情当中我们要注意这几点K 线西游战法也是趋势交易的一种注意哪几点呢？第一点呢是把握行情当中的大的趋势。那么目前大的趋势呢仍然是一个下跌趋势，耐心等待调整到位之后把仓位补足进去，
然后下轮行情呢，我认为在7、8、9月份啊，行情会逐渐恢复正常的震荡上行状态。这种状态呢，是比特币牛熊规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比特币每4年一个牛熊的轮回，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是熊市后半期寻找最低底部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底部位置，只有我们回头来看，才能真正看到这个底部位置价格在哪里出现。不要去追求最低点的底部，只要能够把握底部区域，抓住底部区域，那么在明年甚至是25年的牛市行情当中，必然会获得牛市行情带给我们的巨额利润啊，这也是你长期以来通过 K 线修战法的一个学习应该得到的一个很高额的一个收益。那就在刚刚威神，我看到了威神喊单以太坊说2030年以太坊将要达到$10,000以上啊。那么这个目标虽然很高，但我认为也是有可能到达的。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在币安永续合约上正在周线级别快速上行这意味着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价格正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在日线上，我们也看到了可以用这个以太坊和比特币的现货来看。我们切一下以太坊，在这个现货行情当中，我们就给出了20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就构成了一个在当前0.066附近的一个支撑。目前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已经不断的上涨，通过了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呢，这个突破的位置，我们看到前方已经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一个站到这个位置的时间点。第4次呢，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非常容易出现突破，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是非常强势于比特币的。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这个交易对我们一定要注意目前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虽然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上涨趋势，但以太坊本身对 USDT 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4月19日走出悟空阴线之后，走8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那么下方有一个唐僧阴线组的一个预期，这个预期目标点位呢是在$1650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行情才有更大的机会出现反弹。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看到3月份的行情当中就达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最终呢出现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行情调整到这个位置上，已经在日线级别上出现悟空阴线和8件阴线之后下方可能就会走出唐僧阴线。同时呢，目前对于周线级别上来看，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下面的行情甚至是有可能走出与刚才我们提到的比特币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如果做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也不用担心，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500附近，这个位置是筹码密集区，是周线级别的底带的位置。这个底带的位置是在这个箱体的下边线的这个位置上产生的。那么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魔音币PEPE TURBE PEPE 这种都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行，目前他们已经失去了表现的机会，正在不断的出现新低，所以呢，它目前不是市场当中的一个热点。但是这轮行情当中刚刚上线币安的 EDU 之类的，我们看到了一定的机会。这种机会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上，就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了变盘。这个发生变盘怎么动作的呢？首先是一个诱空，然后砸下来之后重新回到了筹码密集区，在这个筹码密集区当中有可能出现一个双重巴特式的反弹，那么这个反弹从$1附近就可能重新回到$1.4附近，这是一个次新币种的机会。那么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很多人都在推特上去说这个 EDU什么
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毫无道理的币种，突然在上线闭安之后一路暴涨10倍啊，很多打新的人都获得了一个巨额利润，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非常低迷，但是在低迷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结构，这种健康的结构是在低迷中产生的，就有可能重新拉起来。那么目前在筹码密集区附近是一个建仓的好的机会，但这种机会一定要控制风险，把止损位设置在1.09美金附近即可。今天会员群当中也提到了一个 AMB 啊，它的这个上涨，我们看到是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4小时级别线上我们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多头趋势。4小时级别多头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对称性的下跌，对称性下跌过程当中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完之后，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的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同时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线级别，也能更细致的看到这个三角形结构。那么目前横盘的状态是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知道，无论上涨下跌还是横盘，近焦点的这个区域都是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所以呢，目前对于会员群朋友是可以建仓一个仓位，这个仓位呢是观察仓，也是第一个仓位。如果发生反弹，我们获利减仓；如果发生下跌的话，我们在144均线和169均线做第二个仓位的补充动作。那再往下走呢，就要设置一个止损，这个止损呢是在169均线小线级别169均线下方，那么控制15%左右的一个止损。然后呢，如果发生变盘式上涨，我们就会获得可能非常高的利润。原因是 AMB 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上涨，这种爆发式上涨涨幅达到85%，这就有可能在日线级别上出现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但在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前，它的非常暴力的调整到末期这个位置上，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重点参与，这样才有可能在有仓位的基础上获得它反弹和上涨出现新高的一个利润啊。对于 AMB 它是一个次新币种，但是它的市值非常小，同时呢，已经经历了熊市从4到6月份的这轮大幅的下跌，超级主力在底部收集筹码之后，一根阳线拉上来叫吸收筹码的动作，砸下来叫锁定筹码的动作啊。为什么要锁定筹码呢？因为快速获利之后有些人会拥有非常超额的利润，但是超额利润你要赶这些散户筹码出局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需要砸下来锁定这些筹码，锁定筹码之后吸锁拉起太阳刀杀，一系列操作之后才有可能重启行情。所以呢，对于这种巨大波动的币种，它是在市场当中有机会获得利润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并且能够订购我的这本 K 线吸收战法一书，感谢大家，再见。